人，你干嘛？江峰，还用问吗？我就是要弄死你！你真以为我带你来发财的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还问我为什么？当初你抢我女朋友的时候，你问过我为什么了吗？我被人救了！我操，这衣服是手？难道我穿越了？还真是穿越了！这里是个武道圣贤的平行世界，太好了！前世处了几个女朋友，都不知道选哪个。这回到了古代，是不是可以三妻四妾了？让我看看这身体的原主叫什么。要是王孙贵族，那就齐活了。你还真别说，真是个官二代，他爸是村长。算了，最差的官二代也比乞丐强。至于村里的小村姑，也得仰望我吧。等等。这村子叫江家村，村民都是江氏族人，造孽呀！这下不了手啊！这身体的原主也叫江峰，他爹早年救过一个高人，学了点修炼法门和制药方法，当上了村长。他哥习武有成，出去闯荡了，而这个江峰刚入品就信心满满上山打猎，结果惹了野猪群，被一头大野猪给挑下山，重伤不治，才让我占了这身体。儿啊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！这几天可把娘给担心坏了。感觉如何？有哪里不妥当吗？爹娘，感觉还行，就是有点没力气。那是当然，你受伤那么重，昏迷好几天，就喝了点汤水，气血双亏呀！他娘，赶紧的把昨天抓的兔子炖了，给风儿补补身子。好嘞。明天我再上山给你打点猎物，你醒了就说明没大碍了。年轻人呐，恢复快，补几天就好。风儿啊，以后可不敢这么冒失了，多危险呐！别再让爹担心了。听着这唠叨，心里倒是挺宁静的。这一世的前任也是贪功冒进，才落得这个下场。我这回来了，可得稳当点，等养好伤，得好好做个规划。无论在哪个世界，父母对儿女的爱都是一样的。爹娘，你们也吃啊？这是专门给你做的，补身子的。我们也没受伤，你吃。我吃饱了。再说肚子空了几天，一下子不能吃太多。孩子说的也对呀，那就留着晚上吃。你刚好点儿，需要多休息。快回屋再睡一会儿。好。儿子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这几天我提心吊胆的，觉都没睡好。那你也进屋躺会儿，下午我自己去山上，正好你看着点风儿。这个时代的夜晚可真无聊，连个娱乐活动都没有。好怀念前身长腿小姐姐们，她们打破世俗的偏见，穿着我女朋友都愿意穿给我看的衣服，陪伴了我多少个不眠的夜晚，真想念她们啊！好几天没洗澡了，记忆里后身有个小瀑布，水很干净。峰哥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小三子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要去找哥哥玩。快去吧，别跑远了，省得你娘找不到你。人为什么必须都长大呢？像小孩子一样，成天无忧无虑也挺好。前身从小在这玩，从没觉得好看，今天再看，真有种人间仙境的感觉。幸好他伤害已经结疤了，还是别洗太久，万一感染了就麻烦了。古代可没消炎药。什么东西？以我现在的身体，要是遇到大型野兽，最大的可能就是给它当午餐，得赶紧回家。万一是小兔子什么的，晚上不就能加餐了？小家伙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咱俩真是同病相怜啊！既然遇上了，就是有缘。我把你带回去，活不活就看你的造化了。
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也很孤单。你要是能活下来，就给我做个伴儿吧。我给你取个名字吧，我们是在瀑布遇到的，瀑布多水。那你以后就叫小石头吧。我希望你我都能像石头一样坚强的活着。爹，我今天去瀑布洗澡，捡了只受伤的小猴子，您给看看呗。你身体刚好，可不能着凉了。你这样抱不行，等着，我给他上点药。应该没大问题，都是皮外伤，几天就好了。找遍了屋子都没有，喊几声也没回应。唉，这一定是跑了。野生的就是养不熟。小石头，你还知道回了？行，没白救你一回。这是好东西啊！石头，你这桃子从哪儿弄的？这桃子你从哪儿弄的？是不是要带我去啊？动物有寻找灵药的天赋，看来小猴子是找到了疗伤的地方。富贵险中求，干了！听说过山里深处有猛兽，这要是碰上一个，小命不保啊！动物趋吉避害的能力比人强，小猴子不怕，应该危险不大。看来没什么危险。哇！这难道就是他的疗伤法子？看着像温泉啊！不管了，能泡个温泉也不错。潭水居然是乳白色的，空气也特别新鲜。这是什么？难道这是一种能治疗伤势的能量？我好歹也是1品武者了，如果我现在修炼一下，能不能吸收的更快？还真有用！怎么回事？完了！不会像小说里写的爆体而亡吧？我还没娶媳妇呢，我未来的3妻4妾还在等着我呢。抱元守一，2肩松垂，含胸拔背，头顶如悬，下颌微收，舌底上颚。谁在说话？抱元守一，2肩松垂，含胸拔背。不管了，少做吧，再等一会儿，真要爆炸了。腹气3寸，纳之种，绵绵密密，必如平，任凭气机荡脏腑。怎么回事？就像快乐的游戏进行到一半被人叫停了，不上不下的，好难受啊！这是被我吸干了？有人吗？刚才是哪位在教我功法？别喊了，是我。你是谁？我是小青，天幕王鼎的器灵，就是你在古墓里发现的那个小鼎。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不是我跟过来，是我带你过来的。我的上一代主人带我穿越虚空，来到你那个世界，但他被虚空乱流所伤，灵气又稀薄，最终伤重不治。我当时也受损严重，就在古墓里吸收灵气，修复自己。在我即将恢复时，你的一口鲜血让我认你为主，但你当时也快死了，那个世界灵气太稀薄，我救不活你，于是只能带着你的灵魂穿越到这个灵气相对充裕的世界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刀招了？这次穿越，我积蓄的能量又消耗一空。刚才感受到的能量，本想吸收一点，但发现你这具身体太差，就顺势帮你改造了一番。现在的你已经身具灵根，可以修炼我传给你的功法了。那你传给我的是什么功法？这篇功法叫青木王经，是一篇木系的炼气功法，它与我相辅相成。你只有修炼这个功法，才能真正的驾驭我。这篇功法强大吗？它都有什么用啊？
这是木系功法，攻击力不如金；火系功法强悍，但颇具生命力，对修复伤势有奇效。与我配合，能练出更多更好的丹药。功法没有强弱，只看修炼的人如何应用。这需要你以后慢慢探索。你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还记了这么多？这只是最基础的修炼常识，我的重要记忆因受伤而暂时封印了。你好好修炼，如果你能找到灵气更充足的地方，我吸收后就会慢慢恢复。现在的我很虚弱，马上又要陷入沉睡了。你别睡啊！你睡了我怎么办？这是没办法的事，但你作为我的主人，王鼎的一些基本功能，你还是能用的。都有什么功能？快告诉我。可以储物、炼丹，并且平时助你修炼。炼丹我也不会啊，你教教我呗。小青、灵气、七七、小七，小气鬼，就这么沉睡了。好不容易来个金手指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个铁镀金的，我这什么命啊！小鼎在哪儿放着呢？小鼎，你在哪儿？出来看看呗。你这是从哪个眼里钻出来的？我怎么没感觉到？我突然感觉自己不纯洁了。小鼎，回去。感觉自己没捂住，仔试一下。算了，我现在就是个漏手，爱从哪儿进从哪儿进吧，次数多了就麻木了。炼体2品巅峰。不仅如此，我现在体内有了灵气，还能修炼炼气功法，以后就是炼气和炼体双修了。身体被改造后，炼气前6层都没瓶颈了，只要有能量就行。不过我现在是3无修真人员，无法宝，无宝贝，无战斗经验，空有个功法，连火球术都不会。金手指纯度最多1个9。这么多桃子，怎么拿回去啊？对了，小鼎不是有储物能力吗？试试看。小鼎，把桃子收进去。这个好，取出来一个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说你吃过这果子，然后肚子像要炸开似的？看来这果子是比桃子更厉害的好东西，灵气更足，小猴子吃了都受不了。这几片草长得特别像爹常采的铁骨草，但颜色不太一样，个头也大得多。不管了，先摘回去再说。看来没什么别的东西了。这个小山谷是块宝地，可不能让别人发现了。早上出来的，转眼就傍晚了，真是修炼无岁月，一梦已千年啊！不过说实话，我可不喜欢这种枯燥的修炼，还是红尘世俗好，美女环绕，酒池肉林。风儿，你去哪儿了？爹，我今天和小猴子去了一个地方，摘了几样好东西，进屋，我给您看看。你从哪里采的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在深山的一个山洞里。爹，这是不是铁骨草？为什么颜色不太一样？这是铁骨草，但它的名字叫金贝铁骨草。你看那叶片的纹理啊，已经变成金色，这是上了年份才能长成这样。这株连茎都变黄了，至少是100年以上了。一株草也能长到100年吗？当然能啊！普通的草1岁1枯荣，根儿还活着，这种灵草更是如此。你看它茎上一节一节的，就是每年叶子掉落的痕迹啊。年份越长，药性越好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高年份的气血草，一般的气血草茎上能有1道红线就算不错了，你这个整个茎都是红的，应该叫极品气血草。这2种灵草在炼体后期用处极大。那您会炼制这2种草药吗？铁骨草我还可以试试，这种气血草太珍贵了，我没炼过，很容易损坏东西啊。没关系，您试试呗。不能糟蹋东西，这种品质的灵草可遇不可求，就这1株，多少银子也买不来。你一定要收好了，如果被有心人看到，可能会惹来祸端。匹夫无罪，
怀璧其罪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可惜我们没有专门放灵草的玉盒，采摘下来时间久了，灵气会慢慢消散。怎么办？不能这样看着它就这么浪费了。你别急，这2种草药啊，单独吃也很有效果。我先把这个铁骨草用了，配制炼骨丸。至于气血草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吃下去。你现在境界低，提升肯定大。好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。还有这2种果子，桃子我认识，这种没见过。这个桃子能量丰富，我吃过一个，伤都好了。这2个您和娘一人一个吧。这个给你娘吃吧，那个留给你。你受了重伤，需要这些东西。这就是给你们留的，我在那吃了好几个了，你看一点也不疼了，伤口都脱痂了，就剩一条红线。真的吗？那好，我这就拿去给你娘，她身体弱，吃了这个一定会好起来。这红果居然连父亲都不认识，一定更加珍贵，绝对不能轻易示人。风儿，这个桃子真是好东西啊！你娘吃了效果很好。怎么个好法？一会儿你娘出来你就知道了。风儿饿了吧？娘现在就去做饭。娘，你好像年轻了。你爹刚才也这么说，我倒没什么感觉，就是觉得好像有了些力气。您吃了之后有什么感觉？刚吃下去，浑身很热，出了一身汗，黏糊糊的。你爹提了桶水，我洗了一下，才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。母亲没有修炼过，这桃子灵气充足，对普通人是大补之物。按前世看小说的经验，这应该算是洗髓发脉了。这事儿你得感谢小石头，是他找到的桃子。我的伤好了，你也年轻了。那今天晚上给小石头加餐。这个功法这么厉害吗？对了，小姐说过，小鼎会辅助我修炼，她在古墓里就能自行吸收灵气，现在在我身体里同样也会。灵气通过我的身体进入小鼎，必然会有一部分留在我体内。这么说，哪怕我不修炼，修为也会增加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！那如果我刻意修炼呢？岂不是1+1大于2？多亏这里是大山深处，草木繁盛，灵气充裕，又和我修炼的木系功法相匹配。这要是在前世，几次就抽干了。看来我这个镀金的金手指纯度已经上到2个9了。只要我认真修炼，境界增长一定会很快。风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断了一下。你这不行，软绵绵的。来，爹教你一套拳法。看明白了吗？能记住一半。不错。爹，这叫什么拳法？不知道。教你的人没告诉你啊？当初我师父教我时说过，他教我只为让我强身健体，不得在人前显露，不然呢会惹来杀身之祸，所以没告诉我名字。看来是个有故事的人。你哥哥心太野，我怕这套拳法给他惹祸，就没教他。那您为什么还教我？自从你醒后啊，我发现你变了，以前鲁莽，现在沉稳了许多。一次生死能让你变化这么大吗？来了，可以怎么解释？哎，变吧，只能硬变了。其实我昏迷后，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在那里生活了很久，学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就突然又醒了。可能是那个世界的经历让我改变了，也成熟了。师父说过，人修到高深处能游魂天外，你可能是机缘巧合下也魂游了。这妥妥的亲爹啊，真配合我。我之所以教你拳法，就是看到了你的变化。当你踩到金背铁骨草时，我感觉你是个有大气运的人，不该蹉跎在这个小山村。这套拳法以后能为你保命，爹也许会因为你而骄傲。会的。你们爷俩说什么呢？吃饭了。爹娘，我伤好了，我跟你们一起上山干活。你真的全好了？真的。我修的是木系功法，对草木之气特别敏感，以后没事多来山里修行，应该能提高修炼速度。这样的山坡不是很陡，是不是可以修筑梯田？梯田能降低水土流失，还能拦截雨水，保水保肥。如果成功，肯定能增加粮食产量，这可是为大家造福的好事。晚上得跟爹好好商量一下，他是村长，说不定能在全村推广。小石头，小石头真聪明啊，还知道分享。你这也是在梦里学的？
是啊，我只是学个大概。今天看到咱家地，我就想起来了。我看可行，一会儿吃完饭，我把你2个叔叔叫过来商量一下。二叔、三叔，风儿的伤都好了吗？老二叔挂念，全好了。这孩子说话怎么文绉绉的了？风儿，你的2位叔叔已经来了，把你的想法跟他们说一说吧。这事儿可行吗？我看行。往年下大雨，坡上的苗都被水冲跑了。按风儿说的，最起码能保证苗不被冲跑。我也认为可行。那咱就干呗。不过这个时节了，也种不了什么。反正往后也闲着，咱们先开垦几块新地试试。咱3家一起干，弄好了，明年就能看出效果。行，那就干。我家那俩小子成天往林子里钻，这回都给他们弄地里干活去。打猎也照常，咱们干2天活，打1天猎，累了就歇1天。好，今年都上山，让我家丫头做饭，她也快及笄了，什么都会做。这手法也太粗犷了，完全就是人工手搓啊！我从此对丹师这个职业的敬仰烟消云散，这个过程都赶不上后世做假药的专业。刚练好，爹先去试试药性，你先收起来，等我试完没事，你再吃。我这是修了个假仙吗？这东西不都得是玉瓶装的吗？给个布包算怎么回事啊？爹去试药了，我也别耽误时间，修炼一会儿。刚才爹炼药时，小石头就围着纸转，可被让他偷吃了，万一有毒，少谁说了一句。怎么回事？3天2头就起一回，你们要是看不上我就吱声，咱好聚好散，别老摔盘子摔碗的，我这小身板可不抗造啊！我操，这是要动我的存款了！辛辛苦苦30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啊！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对了，有大桃子。怎么办？小鼎还在造反，东西也取不出来啊！拿来吧你！吓死我了！下回可不能在家修炼了，这小鼎动不动就发疯，灵气不够，差点被他抽干。哼，算你识相，不然真给你来个猴子偷桃，那可是我的绝技，离得又这么近。风儿，爹突破了，终于到3品了，多少年了，再不突破我都老了。这药好使，晚上你也试试。铁骨子还在，既然好使，那就多练点。山里的灵气果然比家里足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原来是黑漆漆的羊粪蛋儿，现在怎么就变成金色了？下午那阵灵气消耗，难道是小鼎在帮我炼药，把药的品质提升了？有可能，上一个是什么？他总不能害我这个主人吧？味道还行，鱼腥草味，香吐。这药丸除了味道差点，能量是真足。看来爹只是把药材合成了，小鼎是让他们产生了化学反应。大半夜在森林里修炼，我也是心大，万一遇到猛兽，明天我就成肥料了。我的炼体境界竟然已经到了3品中期，这玩意儿也太有劲了！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身体刚好，多练了一会儿。早些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去山上干活。以后还是去瀑布，或者那个更安全的山谷修炼。哎，二哥，你的伤全好啦！全好了。下回可不要这么忘事了，多危险啊！
如果真能像风儿说的那样，用梯田种地能增产，以后咱们就能吃饱饭了。在古代，能吃饱饭就是最美好的愿望了。哎，真没想到这坡地还能这么实的，看着就比咱原来那地存得住水。风儿，这个法子，我看是成了。二哥，你那个梦也太厉害了，还学了啥？再教教我们呗。以后有机会的。哎，江武他们家在干啥呢？把好好的坡地挖成一层一层的。谁知道呢？村长家的事，咱也别瞎问。不过看着还挺齐整的。等明年种上庄稼，有了收成，大家自然就明白了。哪怕多产1斗粮，咱也算没白干。咱穷人家能平安活着就挺好了。我看风儿这个梯田肯定行，等将来换了钱，让孩子们也去北苍城上个私塾，不能像我们似的，一辈子待在这山沟里。上私塾可不敢想，得多少钱呀？大哥，你不就认识字吗？你教他们呗。我这点学问呢，别把孩子耽误了。是啊，既然来了这个世界，总该为家人做点什么。直至改变命运，先从认字开始。爹、二叔、三叔，不如让弟弟们歇着的时候来我家，我教他们认字吧。怎么，风儿这是尽得大哥真传了？教他们认字，我觉得没问题。那就让风儿先教教看，总比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强。今天收获不错，晚上大家都去我家吃饭，咱们吃顿好的。这个世界的动物气血旺盛，特别适合武者。可惜这种好运不常有，大部分猎物都得拿去换东西。狐狸的灵气虽然比上次稀薄了些，但在这里修炼，效果还是比家里强多了。小点空间有保鲜功能，与其放这儿，不如都摘走。爹，我又去了那个山谷，采了些铁骨草，咱们都炼成药丸吧。我看平安哥俩基础不错，也分给他们一些，境界上来了，也能多些生存能力。铁骨草是你采的，你同意，爹没意见。以前啊，是草药难得，你哥哥一个人修炼都不够，爹也没余力管他们。2个月了，炼气到了前期巅峰，炼体也到了3品后期，所以只要找一个合适的支点，就能用很小的力气敲击很重的东西。大哥，风儿怎么懂这么多？他从哪儿学的？师傅曾说过，有的人天生就有宿慧，也就是前世的智慧。风儿受伤醒来后就不一样了，我看是觉醒了宿慧。哥，你师傅是奇人，他说的一定对。风儿这么聪明，待在咱这儿是不是委屈了？这个小山村是盛不下他的，早晚得走。我倒想看看他以后能成长到什么地步。是狼，后撤！来了！原来狼这么好杀，我这么厉害！哥，来得好！风儿，回来，退后！追！还挺求生。嘿嘿，爹，大获全胜！别笑了，赶紧把狼拖回去，血腥味会引来更厉害的家伙。这几次打猎，看
感觉没个趁手的兵器还是不行，我是该选剑还是选刀呢？刀工霸气，关老爷手握青龙偃月刀，何等威风！大哥，这次打猎出力最多的是风儿，我和三弟商量了，换来的东西你们家拿大头。当初说好平分就没变的道理。大哥，今年收获实在太多了，而且风儿也长大了，将来娶亲要用钱，还是你们多拿点儿。这事儿得问风儿，猎物他打的最多，他同意，我没意见。二叔、三叔，如果今天是我让你们拿大头，你们同意吗？那肯定不行，你是我侄儿，我哪能占你的便宜？是啊，所以我也不能这么做。咱们是一家人，本就该相互扶持。以后这话就别再说了。嘿呀，瞅你一天没个正形，以后多跟你峰哥学学。哦，村里连一头牛都没有，5、6、10里地全靠2条腿，古代的生产力真是……哇！第一次进场，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。江大叔，您来了！掌柜的估摸着您这几天就到，快请进。江兄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让我看看今年都有什么好货。赵掌柜啊，今年可真有好货，我直接就到你这儿来了，你可得给个好价钱呐。哎呀，江兄弟，你这可是冒了不少险吧？这么多好皮货，不容易呀。我们穷人命贱，只能豁出命去换，所以赵掌柜啊，您可千万不能压价。放心，江兄弟，咱们屋里算账。江兄弟，以后再有好货，还要想着我呀。一定一定，分开带着，能减少风险。挣了这么多钱，居然不去饭店吃顿好的，看来他们真是穷惯了，舍不得。今年主要是这几张狼皮卖上了价，特别是那张白狼皮，赵掌柜给了15两。出去买物资的钱啊，我们3家每家能分20两。20两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。风儿，拿着，这是叔叔给你的，今年多亏了你。风儿，拿着。二叔、三叔，说好了平分的，以后我真缺钱了，再跟你们借。行了，都别让了，钱分完了，今天再大吃一顿，庆祝一下。有小鼎炼制的丹药，修炼速度就是快，炼体终于进入4阶炼藏，到了这个境界就能增寿100年。不过，先练哪个脏器呢？木属性功法对应肝脏，但我更想先练肾。肾为先天之本，为了以后3妻4妾的大业，必须打好基础。孙子，跑那么快干嘛去啊？二哥，我去谷口找开哥他们玩。别去了，今天套了2只兔子，晚上给你吃兔肉。吃兔肉？好，不去玩了。快跑啊！一族人来了！风儿，带你娘和三子往山上跑，我去看一看。你带娘和三子走，我境界比你高，打不过我就跑。风儿，今天就拿你们当小鬼子干了！冷静，不能被包夹。想跑不行，马也不能让他跑了，万一引来更多一族兵，全村都得完蛋。还好以前在旅游景区骑过几次，不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毛毛躁躁就冲出来，我能放心吗？赶紧的，把人和马都处理干净，别让人看见，麻烦就大了。等会儿，补刀是美德，也是给敌人的尊重。爹，
爹，这些胡骑怎么会跑到我们这儿来？每年冬天，他们就会出来劫掠。今年雪大，估计是遭了灾，北边抢光了，就跑到我们南边来了。这也太憋屈了。这就是咱们边民的命，贱如草芥。风儿啊，你有能力就离开这里，出去闯闯，总比在这儿混吃等死强。我一定会出去看看，如果能力够了，我想改变这一切。别想那么多，外面的世界很复杂，遇到事儿啊，先保住自己的命再说。爹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谷口修个寨门？这样胡骑就不能随便进来了。人心不齐啊！修寨门要动用全村的力量，谁出钱谁出粮。现在各家能吃饱就不错了。那我们不修门，在谷口挖一道深沟，像护城河那样，再做个吊桥。你想的太简单了，吊桥需要铁索，我们上哪儿弄？就算用麻绳，也需要绞车、锚定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完成的。风儿，你能为族人着想，这是好事。但这个世道，人心难测。以后你出去了，记住，心不要太好，不能轻易相信别人。小开家人都没了，以后啊，就住我们家吧。小开啊，以后有我们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谢谢大伯，以后您就是我爹，我长大孝敬您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现在屋里多了个人，修炼都不方便了，看来是时候准备离开了。草药采的差不多了，都炼成了药丸，是时候把那几匹战马处理掉了。不错，可是瘦了点儿。能不瘦吗？天天吃草，没饿死就不错了。江兄弟，看在咱们老交情的份上，这4匹马我给你100两银子，如何？就依赵掌柜的。100两，不管高低，总算有盘缠了。赤脚提炼父亲新炼的聚血丸，桃子的灵气已经不够了。好霸道的灵气，幸亏有小鼎分担，拼了！不亏炼体修到了5境，不然非得受伤不可。灵气终于到巅峰了。灵气透体，这是内劲外放，堪比7境先天修为了。这下保命的本钱又多了几分。风儿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。风儿，如果有机会去打听一下你哥哥的消息，他出去4年，音讯全无，是死是活，总得有个信儿啊。爹娘，我记住了，等我在外面混好了，一定会来报答你们。离了家，信心满满，结果我该住哪儿去啊？那些游侠是怎么闯荡江湖的？天冷了，异族又要开始劫掠，还是得小心点，别撞上。杀！有情况，一伙是异族兵，另一伙穿着制式军服，是边军。这地方离家不远，万一让那些异族兵赢了，他们很可能再去祸害村子。不行，这事儿得管。啊！上一次是血气之忧，这次才是真正的战场对阵，紧张，但事已至此，干了！电视剧里那种被伤兵偷袭的傻事，绝不能发生在我身上。
他妈的，一群穷鬼，一个铜板都没有。感谢兄弟出手相救，在下李老八，这两位是韩小武、王富贵，我们都是边军斥候，不知兄弟尊姓大名？江峰附近人士。我们奉命扩大巡视范围，没想到在这儿遭遇偷袭，差点就交代了，多亏了兄弟你呀！不知兄弟这是要去往何方啊？九局乡里会些拳脚，想出来闯荡一番，还没想好去哪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如果兄弟暂时没去处，不如随我回北仓城。今天你杀了这么多异族人，回到军营是有奖赏的。奖赏能给多少？至少100两。好，我跟你们去。正好先去北仓城落脚，先打探一下情况，再做决定。排长大人，李老八回来奉命。讲，今日我时外出巡视，路遇胡骑，探得胡骑已窜入我南方村落劫掠，我队死7人，仅3人返回。知道了，他是何人？这位是江峰兄弟，在我等遇险时出手相救，我带他前来领赏。领赏，去找校尉。麻烦通传一声，斥候1队李老八求见。多亏江峰兄弟出手，我等才能生还。哦，李老八说你剑术精湛，从哪儿学的？这是刘校尉，快回答！我家世代是猎户，家传呢？能连杀6人，功夫不低。现在什么境界了？不能说实话，太扎眼了，但说低了也解释不通。2品中期。好，2品中期。领了赏钱之后，打算去干什么？江湖闯荡，浪迹天涯。哈哈哈哈！就凭你2品中期，还想闯荡江湖？走不出北仓城，就得让土匪给你劫了。别走了，留下来当兵吧。干好了，给你个白掌当当。风妻因此不比你一个人瞎闯强。我没想当兵啊！大好男儿，练了一身武功，不思保家卫国，瞎闯荡什么？李老八，带他去领身衣服，回来见我。不是说领赏吗？怎么稀里糊涂就当兵了？李老八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小点声，刘校尉只是看上你了。你这修为当个白掌是铁定的事儿，好事儿啊。有几分气势。按你的修为，当个小兵屈才了。这样，你先跟着我当个亲兵，历练一阵子，我再提拔你。亲兵就亲兵吧。我的赏银呢？校尉大人，那赏银什么时候给啊？你还是个财迷，好吧，李老八，你去帮他领回来，省得他惦记。倒水。得，还负责端茶倒水，跟警卫员似的。军营里不许赌博，不许私斗，晚上不许喧哗。赵虎，杰克！李老八，你个混蛋！再叫我杰克，蛋黄给你挤出来！赵虎，这是江峰，校尉新收的亲兵，你给安排一下。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可得照顾点儿。什么来头？没来头。行了，人我交给你了，跟我进来。你就睡那儿，东西放架子上。这就开始军旅生涯了。本想出去闯荡，结果连北仓城都被闯出去。哼，这是没把我当回事儿啊。行，走着瞧。愣着干什么？吃饭了。哎，进来的刚领了赏银，怎么不去孝敬一下赵头？怎么孝敬？把赏银拿出来点不就行了？我刚来包裹就被翻了，现在又来要钱，想得美！没有。江峰，今晚你值守在哪儿？你说在哪儿？咱们是亲兵，当然是去校尉大人那儿。来换岗的，那你慢慢享受吧。校尉大人，怎么是你？赵队长安排的。瞎胡闹！看来这小鞋是给我穿死了。还没人来换你？没人。这个混蛋，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！你跟我进屋。你去里屋把炭盆端出来。你就在屋内值守吧，我正好睡不着，看看文书。这古代的算法也太繁琐了。这里算错了。大人，这账算错了。你能看懂？能。那你指给我看。果然平了。哈哈哈！
你小子还真会，从哪学的？小时候遇到一个艺人，他教的。还教了你什么？还教了周子。那武功呢？也是他教的。那人叫什么？长什么样？不知道名字，仙风道骨的。他还救了我一命，教完就走了。念过书，仙风道骨，莫非是宗门中人？这小子有点造化，看来得结个善缘。行了，今夜你就在这屋里值守，我要睡了。去，把赵虎给我叫来。不知大人有何吩咐？江峰才来1天，你就让他一个人值守1夜，若有紧急军情耽误了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小人知错，请大人责罚。你们想给新人立规矩，我不反对，但要分轻重。再说，我告诉江峰这个人，你拿捏不了，别自找没趣。江峰学过刀法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杀的6个胡骑？6个，乖乖，这小子是个狠人呐！剑术加蛮力。赵虎，你把军中刀法教给他。是。我只演示1遍，学不会可不关我事。多演示1遍能肾亏啊！就你这样，一辈子吃不上4个菜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那你来1遍。我靠，这小子怎么使得比我还好？哈哈，练得不错，有点悟性。大人，一时兴起，轻软了。练武就要有气势，但光自己练不行，得和人切磋，敢不敢？敢。你去和江峰切磋一下，点到为止。是。这家伙力量不大，我要是用全力，一刀就能把他当磕飞。不过现在是难得的实战机会，多练练。停，赵虎，你上。停，记住，生死搏杀，狠则胜。你现在还缺点狠劲儿，关键时刻要有以命换命的气势。没事多找人切磋，适应不同的打法。多谢大人指点。江疯子又来了，快跑！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力量我不差，那就练速度。别惹那疯子，万一把咱们当木桩砍了，上哪说理去？行啊，小子，给我省了个主簿。来，我再给你讲讲战阵常识。江队长，周将军请校尉大人议事。跟我进来。将军，就等你了，入座吧。刘同，你可算来了。听说你最近收了个俊俏的亲兵，每晚都叫入帐中，彻夜不出。你是不是改了性子，喜好南风了？thủ章，闭上你的臭嘴！再敢胡说，老子用刀跟你说话。长得确实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这样下去，你还有没有力气上战场？是个狗日的，上来就误人清白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混？放肆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将军？将军，贺章口无遮拦，无我清白，该罚。刘同，你先坐下。贺章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容你胡言乱语，下次再犯20军棍！赶紧给刘校尉赔礼。将军，属下知错了，刘校尉失礼了。狗日的，你等着，早晚剁了你！近日胡骑有大面积集结的现象，各应严阵以待，随时待命。你瞅啥？我在看你脖子上哪个地方好下刀。刘同，这就是你带的兵？说你们没私情，谁信呢？没你撑腰，他敢这么嚣张？将军，我恳请严惩此人，藐视上官，意图行凶，当斩！将军，江峰刚入军伍，不懂规矩，请将军饶他一回。刚入军伍就是理由吗？
此事若不处理，以后谁还把上官放在眼里？这仗还怎么打？将军，江枫入伍前曾斩杀6名胡骑，救了我们3名弟兄，他是有功之人，请将军酌情处理。不能为了一个小兵寒了众将的心。来人，把江枫拉下去，砍了！将军手下留情，江枫犯错，是我教导不严，属下愿与他同罪，请将军责罚。这个校尉还真能出，都这时候了还保我。将军，我有话说。讲。敢问将军和各位大人，亲兵是做什么的？亲兵之责，守在护卫上官安全。刚才贺校尉无故侮辱我家大人，试问一个亲兵，眼看主官受辱，却无动于衷，这样的亲兵，你们敢用吗？如入沉死，无论谁想伤害我的上官，都得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，我没错。再问将军，我虽是小兵，算不算袍泽兄弟？当然算。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我们拿起武器，与胡骑死战，保家卫国，我们也是英雄。同样是英雄，同样是袍泽，凭什么就要被贺校尉随意侮辱？贺校尉，你如此侮辱士卒，就不怕战场上背后有人捅你刀子吗？你可曾拿我们当人看？还是说在你心里，我们只是个随意可以丢弃的草芥？没有我们这些草芥，凭你一人能守住这北苍城吗？恐怕你早就弃城而逃了吧，因为你的命金贵。将军，小人今日行事莽撞，但只想为我们这些普通士兵讨一份应得的尊重。如果我们战死沙场，换来的就是上官的随意侮辱，那我们为何而战？将军，你说这份军人的荣耀，难道还比不上所谓的上下尊卑吗？若你也这么认为，我无话可说，请将军责罚。将军，我认为此话没错，士卒也该受到尊重。将军，边军苦寒，全靠上下一心，若随意打杀有功之士，恐寒了众兄弟的心呐。请将军饶恕此人。请将军饶恕江枫。这小子有胆有识，是个人才。将军，我看这个小亲兵有点意思，话糙理不糙。今天的事错在贺章，小惩大戒，打10军棍就算了。好，就依老校尉所言，来人，将江枫拉下去，打10军棍。贺章罚俸2月，再敢多嘴，严惩不贷。这位兄弟，请吧。这位兄弟替咱们当兵的说了话，手下都放亮点水，懂吗？兄弟，你先自己回营，我们得回去复命，让人看见了不好。谢了，兄弟们，改日我请喝酒。此战若能活下来，咱们再聚。怎么样，受伤没？没事，兄弟们手下留情了。进来。今天你替我长了脸，我很高兴，但以后不能再这么莽撞了。今天算你捡了条命。贺章心胸狭窄，以后离他远点。谢大人提点。你小子能引经据典，肯定不止读过几本书。既然你不说，我也不问。我这有些关于战阵的典籍，你没事可以拿去看看。谢校尉提醒。咱们现在也算荣辱与共了。对了，赵虎他们还为难你吗？没有了，有事儿就直接跟我说。大人，我确实有件事想求你。说来听听。大人，这刀太轻，用着不趁手，不知可有重一些的兵器？以你的境界，此刀确实轻了，得去将座营找老校尉量身打造。不过眼下战备，不知他有没有空。这样，我带你去一趟，求求他看。将座营的老校尉，军中资历最老，将军都敬他3分。他自称老鬼，脾气古怪。你待会儿说话，别像今天这么冲。明白。老校尉冒昧来访，有事直说，别拐弯抹角的。我这亲兵力气大，想请您给打造一柄重兵器，不知可否？看来你很看重他呀，但现在军中备战，忙得很，没空给个人打造兵器。回去吧。那打扰了。你别急，等有机会我再来求他。现在确实忙。谢大人，我不着急，等我立了功，用功劳来换。好，有志气。求人不如求己，硬气。等着吧，不是要打仗了吗？我就让你们都大吃一惊。各营防备，准备应战。斥候营上城增援。
找死！炼体的有阻力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干他们！干他们！江峰，过来，吃吧。快点恢复体力，才能活得更久。啊，空气中有浓郁的气血之力，小鼎居然可以吸收战场上散逸的灵气和气血之力，补充我的消耗。这小鼎太给力了！感觉差一点就能突破到5品后期了。赵虎队长。过来坐。今天一天，咱们斥候营就死了100多人。胡人每年攻城都这么疯吗？不是，今年特别，往年都是打几下就跑。那些世家大族只顾自己，谁管边民死活？朝廷也不管吗？别提了，都在争权夺利。你怎么不去歇息啊？今天我值夜。你都是队长了，还值夜？他们都受伤了，让他们歇着吧。你能体恤下属很好，但你要记住，你的作用比他们大，必须养足精神。生死关头心要狠，妇人之仁成不了大事。我明白。小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真是3品中期？实力暴露了。3品后期。重说。3品后期。算了，不问了。你小子太能藏了，记住，在边军，能力强者为尊。你功夫高，下属活命的机会才大，才有人愿意跟你。我懂了。行了，既然你答应了，今晚就值吧，我要歇息了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想学获取并风朗继续，可惜太遥远了。眼下还是得靠实力来说话。城上的人听着，交出工匠和物资，我们就退兵，否则就等着城破人亡吧。想要工匠和铁器，做梦！谁能把他给我射死？重赏！你能射着吗？射不着，弓不行，太软；箭也不行，太轻。有好的弓箭，你就能射到？可以一试。将军，可否借你的弓箭一用？我手下亲兵江峰想试一试，他一个小兵也配用将军的弓？别说射，他拉都拉不开。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对他可真是好啊！敢不敢打个赌？赌什么？就赌他如果射不中，便从这城上跳下去；如果射中了呢？那不可能。他要是射中了，我从这城上跳下去，一言为定。他要是射不中，我跳。冲动了，江峰啊，你可得给力点啊，不然你家校尉我今天就得表演自由落体了。看这弓箭，合用否？好，真乃神射也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真给老子长脸！狗日的贺章，看你还怎么说！
看样子胡骑不会轻易退兵，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。我已经向将军府求援了，都回去鼓舞士气，晚上加餐，散了吧。哎，贺校尉，先别走啊，咱们的赌约是不是该履行一下了？嗨，玩笑，都是玩笑，玩笑。如果江峰没射中，你他妈能说是玩笑？你待怎的？我要你履行赌约，跳城去，不可能！贺章啊，贺章，堂堂校尉出尔反尔，你就是个不要脸皮的小人，我等羞于与你为伍。哼，还学得挺快啊！尔敢！行了，打了几天还没打够吗？都回去！看看我这亲兵多长脸，再瞅瞅你们那亲兵，丢人！大人，弓还给将军吧。不用了，将军说赏你了。本来还想用功劳换把好刀呢，算了，弓也不错。在这乱世，实力才是一切。你们几个只管护住校尉大人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江队长，你来啦！来看看老八，你怎么样？死不了。富贵那小子命好，屁事没有。还是人家爹娘会起名字啊？跟名字有啥关系啊？那小子一看就机灵。我还有事，老八你多照看着点，有事去营里找我。好嘞。这样下去不行，伤口发炎发烧，这个时代基本就等死了。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用丹药强行提升他的体质，或许能扛过去。小五，挡住视线。这丹药是我爹炼制，药精提纯的上品，给老八用有点浪费，但救人要紧。别说话，仔细感受气血的运行路线，记住它。对了，小姐说过，青木王有疗伤奇效，这是晋级了，竟然直接晋级到了2品初期了。丹药的药力还没耗尽，老八，自己运转功法，别浪费了药力。我又晋级了，2品中期顶峰。把绷带解开，我看看伤口。我试试我的功法，对外伤有没有用？
胸口凉飕飕的，好舒服啊！哎，又开始痒了。我的天，结巴了！这……江兄弟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今后但有差遣，我李老八绝不推辞。李大哥，你我相识就是缘分，能救你也是天意，不用挂在心上。江兄弟，我老八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，你的情我记在心里，以后刀山火海，你看我表现。行了，伤好了就别在这装病号了，跟我回营。好，回营。江峰，过几天新兵就到了，营里要补充人手。前阵子死了好几个白长，我有意让你下去当一个，你愿意吗？但凭校尉大人差遣。看来你很愿意啊。怎么，给我当亲兵委屈你了？不委屈不委屈，这段时间多谢大人教导，让我成长很快，我非常感谢大人。行了，跟你开玩笑呢，让你这大高手在我身边当亲兵，确实屈才。我跟将军禀报了，他也同意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感谢大人提携，你我也算过命的交情，别客气了。对了，亲兵队长的人选，你帮我推荐一个。我觉得吴非挺合适，他行事稳重，功夫也还可以。那你把他叫进来。江峰要去当白长了，他推荐你当我的亲兵队长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属下愿意，没有意见。刘回这是让我推荐，好让吴非欠我人情啊。那好，江峰啊，你带他下去熟悉一下情况。感谢江白长的推荐。吴哥，我推荐你，是因为你为人稳重，跟在大人身边，要多看多想，时刻维护大人的尊严。是，我明白。环境太差了，这会影响士气和纪律。想建立自己的实力，必须从最基础的规矩开始，得想个办法，慢慢来。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江峰，是你们的白长。我今年20，比你们许多人都小，参军时间也不长，但我能当上这个白长，是靠我手里的刀，一刀一刀杀出来的。不知道的，可以私下问问老兵，你们当中有些人被称为罪兵是吧？在我这里，我要立一个规矩，在我们这队人马里，谁也不准再提罪兵这2个字，特别是你们这些老兵，都给我记住了。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，从他们拿起刀准备杀敌的那一刻起，他
他们就是我们的袍泽，是我们可以把后背交给他的人，是你在危险时能拉你一把的人，是能为你挡刀的人。告诉我，这样的人对你来说有罪吗？没有。都他妈没吃饭吗？大声点儿！没有。听不见？没有。以后回答都给我用这个音量，谁再娘们唧唧的，我让他去营门口喊1天。你们老兵里或许也有和他一样遭遇的人，当初人家那么喊你，你什么心情？将心比心，到了战场上，你看不起他，他能救你吗？不捅你一刀就不错了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都给我把嘴闭上！再他妈瞎议论，牙给你打掉！还有你们这些新来的，别仗着读过几天书就看不起别人。你读的书在这里没用，上阵杀敌靠的是手里的刀，不是你念几句酸诗敌人就退了，要打怕他们，打残他们。来了就安分守己，苦练本事。看来你们不服气啊！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咱们北地也是有高人的。烽火照前襟，心中自不平。牙张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雪暗雕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百长大人，此事何名啊？从军行。从军行，好诗，好名，我自愧不如。我作此诗，就是告诉你们，我们投笔从戎，拿起刀枪，是为了守护亲人。我们边军的荣耀，是靠一刀一枪拼出来的。我们出身贫寒，但我们有自己的骄傲。谁敢来犯，我们就干他！干！道理讲完了，我再给你们立个规矩：我的兵，打仗不能怂，对内对外都一样。要是出营被人欺负了，打不过也得有那块肉下来。只要你站里，天大的事我给你兜着。但是你要是欺负别人还让人揍了，别来找我，我丢不起那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最后还有一件事，从今天起，晚上睡觉前都他妈把脚给我洗了。一进你们那屋，我差点中毒身亡。哈哈哈哈哈！别笑，用热水泡泡脚解乏，睡得香，第二天精神头足，上战场说不定就能捡条命。这事儿李老八你给我盯着，谁不洗就把他鞋扔出去，让他第二天光脚训练。大人，您真厉害，还会作诗，可让他们洗脚这事儿真干啊！那帮沙胚懒得很，不好管啊。这也包括你吧？这事不难，晚上咱们自己就去货房烧水，用热水泡过几天，他们就懂得到底有多舒服了。我就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有，我发现咱们的人虽然勇猛，但缺少配合，打着打着就散了，徒增伤亡。我想通过这些小事，培养大家的集体意识，等打仗的时候，他们下意识就会寻找队友。2打1、3打1，咱们的赢面不就大了吗？伤亡不就小了吗？大人教诲的是，我明白了。哎呀，跟了几个白长，您是头一个真心为我们士兵着想的。我也是士兵出身，别人
下个月就要进行马术训练，你有什么章程？那有啥章程？人拉出去，往马上一放，多摔几回，啥都会了。胡骑不都是这么练出来的？有道理。那就这么办，过几天出去巡查，就把新兵带上。好嘞，我明天先把马分下去，让他们先跟马套近乎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小五出营跟人打架了。受伤了吗？没受伤。打赢了吗？打赢了。那还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大了，他打的是贺校尉手下的人，我怕对方不能善罢甘休啊。江峰，你来的正好，把你的人交出来吧。大人，他说咱们的人打伤了他的亲兵，有这回事吗？有，我麾下使长韩小武。为何伤人？对方口出不逊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讲道理。行，那你先讲着，讲不通再说。贺校尉，你来之前就没问问你的兵为何被打吗？不用问，打人就是不对，犯了军令就得受罚。韩小武何在？你把打人的经过给贺大人讲一遍。说那些无用，打了人就得受罚。那依贺校尉的意思，要如何罚？重打50军棍。50军棍下去，人不死也得残废啊！好，我先验伤，看值不值得打50军棍。韩小武，你可知罪？小武知罪。错在哪儿了？不该打伤他。放屁！我跟你们说过，我的兵不能怂。对这种口出不逊的人，你打的没错，你错就错在为什么不把他牙打掉？韩小武，回去自己领50军棍，这点小事还得让我替你身后，罚你个懒惰之罪。是，小人甘愿受罚。看来贺大人对我的处理很满意啊。没事，不用谢我，同僚之间这点小事我帮你办了。江峰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伤人！这怎么叫无故伤人？他污蔑上官，难道不该打吗？当初在将军帐中，我不过是反驳你几句，就挨了10军棍。他直接污蔑我这百长，我打他一巴掌，有错吗？而且他说我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，我的任命是刘大人上报将军，依据军功批下来，他这话是在质疑将军的决定，是想动摇军心。按律，动摇军心该当何罪？是不是要杀头？我打他一巴掌是救他一命。贺校尉，你说你是不是该感谢我？这小子死的都能让他说成活的。如果贺大人觉得过意不去，想提点东西上门感谢我，我也不会拒绝。你，唉，看来贺大人真是个不懂得感恩的人，也难怪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果然诚不欺我呀。既然贺大人这么不知好歹，我这人又心善，就给你个出血的机会，你我打一场，无论输赢，此事就此作罢，如何？江峰一个排长，竟敢挑战校尉贺章！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若输了，就向我磕头认罪。可以，那你若输了呢？我若输了，以后见你绕着走。一言为定。现在开始吗？一炷香之后还在这里。哎呀，大人不可呀！贺校尉功夫很高的，咱们认个错算了。大人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我给他磕头认罪，我一个师长不丢人。说什么屁话！你是我的兵，出去就代表我，怎么能随便跟人磕头？男人膝下有黄金，跪天跪地跪父母。以后再让我听到这种话，就别说是我的兵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大人我是怎么大杀四方的。怎么个比法？哼，都
刀剑无眼，怕误伤了你，就比拳脚吧。正合我意。好。好大的力气！差不多了，可以结束了。哇！大人威武，百长威武！啊！快停下！停下！他妈的！刚才是哪个兔崽子伸手掏了我裤裆几下？老子守身如玉20年，今天被你们占了便宜！快从实招来！你们这些兔崽子，等着！训练的时候练死你们！大人，这次打败贺章，以后看谁还敢惹咱们！打败他并不难，但算是把他得罪死了。以后你们出去要小心，别被人抓住把柄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站里照样给我干他们！是。谁？将左营的老校尉，他深夜找我干嘛？不知老校尉深夜前来，有何事？你跟我来。这老头是为贺章报仇来的，原来他俩有一腿。不对劲，这老校尉的拳法怎么跟我的这么像？看出来了，说吧，你的拳法在哪儿学的？自学成才。甭废话，说实话。怎么还不行？人有点聪明才智了？你既然姓姜，那我问你，姜武是你什么人？认识，只是认识。认识多年了。你这套拳法是他教你的吧？唉，当初我受伤是姜武救了我，我才教了他这套拳法。白天见你会用，又听你姓姜，我便猜想你可能是他的亲人。原来你就是我爹当年救的那个人。哦，承认他是你爹了，不是说只是认识吗？是啊，我生下来就认识，到现在20年了。你，行了，按辈分你得管我叫师爷。那不对啊，我爹可说了，当初他想拜师，你没收，所以我不能管您叫师爷。但是呢，咱们毕竟有这层关系，不如这样，我管您叫老爷子吧。这是什么称呼？就是家里长辈的意思，显得亲切，跟爷爷一样。既然跟爷爷一样，你直接叫爷爷不就得了？我们家乡有个规矩，晚辈叫长辈，长辈得给见面礼。我看你老身无分文的，怕您为难。你这小滑头，这是要讹我东西呀？那你还是叫老爷子吧，我可没礼物给你。看您说的。家认识这套拳法，我怕他认出来牵连到你们。那仇家很厉害，这么多年了，应该很厉害了。夜深了，回去吧，以后再说。这老头一身秘密，懂得也多，得想办法从他身上多了解点东西，最后再榨点好处出来。嘿嘿嘿，军爷里边请。
用点什么？买酒，带走。好嘞，我们这有30钱和50钱一壶的，您要哪种？50钱的，来10壶。光有酒不行，还得有下酒菜。给我打包2只肥鸡和吃的。好嘞。你小子带着酒来，所图不小啊！看您说的，我爹常念叨您，说没能拜您为师，是他一辈子的遗憾。我在这儿遇到您老，自然要替他尽点孝心。你爹是忠厚之人，就是不知道你这奸猾的性子是跟谁学的。我这怎么叫奸猾？乱世之中不多长几个心眼，早被人吃干抹净。来，老爷子，为咱们这缘分喝一口。男子大丈夫，当提3尺剑，立不世之功。你确实跟你父亲不一样。好，当初你想求一件兵器是吗？是啊，制式兵器太不顺手了。想要什么样的，我为你打造一件。老爷子，您不是被我这2壶酒给打动了吧？喝了你的酒，再不给你办点事，以你这性格，指不定怎么编排我呢。说吧，想要什么样的？我想要一把唐横刀，刀身要直，刀刃要利，分量要重，能破甲。你这刀的样子我头一次见，不过可以试着打制，但这需要你的配合。没问题。此刀虽不说切金断玉，也差不多少了，够你用一阵子了。好刀，感觉比制式药刀重了4-5倍，愈有实际，舞起来也顺手。马上作战以灵巧为主，这刀重了，拼杀久了你会力竭。如果你需要，日后我再给你打造一把2军对阵用的长兵器。多谢老爷子。招式太简单了，把刀给我，看好了。记住多少？我练一下，您看对不对？悟性不错，以后要勤加练习。老爷子，这套刀法叫什么名字啊？你修炼的功法叫虎啸劲，拳法叫虎啸引，这套刀法叫游龙百炼刀，配合的步法叫游龙身法。等你把刀法练熟，我再教你步法。看来老爷子您的家传很不简单啊！以后每晚都来我这里将此刀练熟。等你进阶7品，体内产生真气，再配合心法，这套步法才能发挥真正威力，穿房越脊不在话下。老爷子，您练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是6品巅峰？当年被仇家追杀，留下了暗伤，每次冲击7品境都会前功尽弃。暗伤获得木属性灵气，对疗伤有奇效。老八的旧伤就是这么好的。不过此事不可轻动，我的秘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等以后有了足够自保的实力再说。是你，大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何深夜还在练刀？
回大人，小人名叫冷霜，只因大人说过，为了能在战场上保命，才在此加炼，勤能补拙。我从未习武，为了能在战场上保命，才在此加炼。你能有此认识很好，但光练招式不行，你身体力量太弱，要先增强力量，力量上来了，刀才能快，砍人才狠。谢大人指点。夜深了，回去吧，过犹不及。此人曾是读书人，却自怜自爱，心思通透，可以观察一番。说品行可靠，倒是可培养的人才。大爷子说不发到7品境才能发挥威力，5到7品，差不多相当于我炼气巅峰的境界。我是不是可以用灵气试试？起！原来这么简单！我靠！靠！得意忘形了，灵气没接上，再来！灵气快耗尽了，不过总算是掌握了，这感觉爽！没有马镫，全靠腿夹着马腹，根本用不上力。再加上一个个瘦得跟猴似的，饭都吃不饱，哪来的力气？这样上了战场，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不行，必须想个办法。胡骑之所以嚣张，不就是仗着骑术精湛吗？想快速缩小差距，马镫是唯一的途径。有了它，身在马上就有了根，战力能立即提升一大截。虽然现在拿出来功劳可能不大，但多救一个兄弟，就是给我自己多攒一份力量。底层士兵的拥护比什么都重要，就这么定了。老爷子，我想请你帮我打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形状，铁的，挂在马鞍两边，骑马的时候脚可以踩在上面，此乃军事机密。哦，脚踩在上面，有点意思，走去试试。大人，这脚下有根了，太稳了。此乃军事机密，任何人不得外传，违令者斩。这是何物？我叫它马镫，骑马时脚踩在上面，如履平地。新兵的骑术一下子就能提升一大截。真有这么神？大人一试便知。走，快随我去找周将军，此乃我军大杀器啊！此事重大，不可张扬。我立刻去巨野城禀报镇北将军。周征，何事如此行色匆匆？将军，末将有要事禀报，请将军先看此物。此为何物？此物名为马镫，是我麾下百夫长江峰所造，可令骑者在马上如履平地。好啊！有了此物，我军便能快速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。以后再对上胡骑，我们也能与他们正面对决了。造此物者有大功。这个江峰是何来历？小小年纪就是作诗，又是发明，不像普通农家子弟。将军放心，我观察过，他们有世家子弟的做派，与底层士兵打成一片，极为重视袍泽性命。若是世家子弟，断不会如此轻易就将此物献出。如此说来，是我北地的人才，是自己人就值得培养。我亦十分看好他。好，此事我即刻上报朝廷，所需物资，将军府一概拨付。你回去之后即刻开始打造。另外，你再多关注一下这个江峰，把他的底细再探探清楚。是，将军。此事我已禀告将军，将军也已上奏朝廷，不日将有封赏下来，你二人耐心等待。江峰，你家在北仓城何处？回大人，在城南60里外的一个小山村。哦，离此不远，为何不将父母接到城中以安全些？大人，我只是个白长，哪有那么多银钱在城中安置父母？等朝廷的赏赐下来，便有余钱了。
这丹药品质一般，对我已无大用。老爸，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了？回大人，2品巅峰。拿着，这是上面发的丹药，若无用，你尽快聚集3品，事后保命的希望也大些。大人，您对我的恩情，恩同再造。此后，我李老爸的命就是您的。你我相识于微末，如今我有了点小权利，怎能忘了当初的兄弟？不必如此。大人，我认识的穷兄弟多了，可没一个像您这样待我。我李老爸粗人一个，不敢与大人称兄道弟，只愿能跟在您鞍前马后，便心满意足了。行了，别整这些虚的，赶紧去修炼，早日把境界提上来，以后再和人打架，也不用总要我亲自出手了。是，大人。关于马灯一事，京城已有消息，上银1000两，并找张贺回京协助制造马灯。张贺，你即刻回京去兵部报道。将军，为何是贺章？这功劳明明是江峰的。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岂有此理！此事是贺家、周家、白家3方妥协的结果。贺家想把贺章调回京城，正好借此由头，他们必然是让出了大利益，否则你我2家也不会同意。那我回去如何向江峰和刘同交代？家主的意思是，让我自行赏赐这2人，他们的官职太小，那些大人物从未放在心上。那将军准备如何赏赐？若无说法，军心必乱。张贺走了，校尉这位空出，让江峰顶上如何？不妥，江峰资历太浅，而且与贺章素有恩怨，恐不能服众。不如让刘同接任贺章的位置，江峰接任斥候营校尉。他在斥候营颇有威望。好，就依你。这1000两银子，你拿去分给他们吧。银两我不要，都给他们吧。江峰正缺钱安置家人，他的底细可探清了？应该无误，确实是北地人士。好，只要是咱们北地的人才，我们就自己培养。江城来的那些公子哥靠不住。马镫一事，朝廷已有封赏，然功劳被人冒领，赏银仅1000两，现将军定夺，赏刘同、江峰各500两。另贺章校尉已调任回京，其职由刘同接任，斥候营校尉一职由白长江峰接任。谢将军，谢大人。谢将军，谢大人。大人，我若接任校尉，那我这白长职位，你觉得谁合适？我麾下李老八经验丰富，近日刚继承3品，足可担任。那便依你。谢校尉大人提拔。好干。亲兵队被刘同带走了，我得再选几个自己人。王富贵这小子机灵，跟我关系也好，可以信任。谢大人提拔，小的们一定尽心尽力伺候大人。怎么升官了，上我这儿炫耀来了？哪能啊，一个小校尉不值一提。今天来就是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你小子主意多，还用得着跟我商量？这件事儿必须得跟您商量。我得了些银子，想把父母接来城里，他们来了，您老不也算有个家了？咱们一家团聚，这事儿用不用跟您商量？你们一家团聚，我凑什么热闹？老爷子，咱当初不是说好了吗？您没亲人，我们就是您的亲人，怎么这会儿就忘了？不是忘了，我与你父亲分别多年，都生疏了，贸然去你家，怕是打扰你们。您这么想就错了，我爹可没忘了你。我出个主意，您看行不行？我爹一直对当年没能拜您为师耿耿于怀，等他来了，您就把他收了。您作为我爹的师傅，住在我家，不就名正言顺了？你什么时候去接你父亲？等我先把房子买了。银子够吗？不够，我这儿有。够了够了，您的钱留着养老吧。养什么老？我很老吗？又是一个月圆之夜，你还好吗？老爷子，您在想谁呢？唉，
我一直没跟你说过我的身世，罢了，今天就跟你讲讲。我本姓郑，名荀，中州人士。郑家以炼器为生，因掌握血炼之术而兴盛。但到了我爷爷那辈，此术失传，家道中落。那年我外出游历，结识了一位挚爱女子。2年后带她返家，却发现家族被灭，父母失踪。我2人逃亡途中，他为救我被打下山崖，生死不知。我一路被追杀，才无奈逃到这北地边陲。您知道是谁追杀你吗？我在一次拼杀中，从死者衣物上看到了天一派的标识。他们为何要灭你满门？还能为什么？为了我家的血炼之术。可他们哪儿知道，我父亲根本就不会呀！这些人太无耻了！这世道，弱肉强食，拳头大就是道理。老爷子，那天一派很厉害吗？厉害！20多年前，听说就有好几个7品高手。没事，等我修到7品，替你报仇。人家20多年前是7品，现在说不定都8、9品了，你拿什么报？那我就使劲往上爬，也弄个大将军当当。到时候我率10万铁骑，踏平了天一派。好小子，有志气。行了，先别想这些，把宅子买了，接你爹娘过来是正事。我明天就去。这位军爷，恕小的眼拙，您是？赵掌柜，贵人多忘事啊！家父将我，去年我们就在城外见过。哎呀，原来是贤侄啊！快，里边请。赵掌柜，实不相瞒，小侄想在城里买处宅子，接父母过来住，但我对此地不熟，所以特来求您帮忙。贤侄放心。我有个相熟的衙人叫张三儿，我这就叫他过来。贤侄，这位就是衙人张三儿。张三哥，我想买一处2进的院子，再给我2位叔叔各买一处1进的。哎，好嘞，城南正有几处合适的，军爷随我来看看。3处宅子，共260两。成交，张三哥，这是你的辛苦费。嘿嘿，谢军爷赏。赵掌柜，今天多谢您了。军爷，府上需要佣人吗？需要，你帮我留意合适的丫鬟和厨娘，回头直接告诉赵掌柜就行。好嘞，包在我身上。爹，是我，江峰回来了。风儿，你怎么这身打扮？爹，进院，我再细细跟您说。爹，你们进城去住吧，我都置办好了。此事我要与你2位叔叔商量，开儿去叫他们过来。娘，小石头呢？你走后没几天，他就跑回山里了，偶尔才回来看看。去城里是好，可我们只会种地打猎，去了城里拿什么过活？是啊，风儿，我们有手有脚，怎么能让你养着？叔叔们不必担心，我的俸禄足够我们3家开销了，房子我都给你们买好了，你们若不去，爹娘又怎会自己去啊？叔叔们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江平、江安他们，难道也要跟你们一样，一辈子困在这山沟里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吗？现在有机会走出去了，你们还在犹豫什么？好，那就去。去是去，但地里的粮食马上要收了，总不能扔下不管。行，那就等收完粮，你们跟着换丝队伍一起进城。到了之后，先去找赵记杂货铺的赵掌柜，他会安顿好你们。好，凤儿，吃了饭再走吧。好，不行，老兵和新兵的配合有断层，老兵喜欢单打独斗，新兵跟不上节奏，心就不上，这样冲锋伤亡太大了，必须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个人的无用在万人大战中作用有限，必须以配合为主，有效杀伤敌人，才能保全自己。
33战法或许可以一试。都看好了，我打算把我营士兵3人编为一组，呈品字形，1人主攻，2人互助2翼。这样冲锋的人只需顾及眼前，左右交给队友。1个时就是3个这样的小组，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敌人一旦陷入阵中，将受到我们连续不断的攻击。大人这想法好，以往打起来到最后就剩自己了，要是3个人始终不离不弃，保命的机会确实大得多。听着不错，要不明天试试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开始全营改编，以3人战斗小组为单位进行训练。从今天起，你们3人就是一个整体，无论是战斗还是日常行动，都必须在一起，养成习惯，才能在战场上保住自己和队友的命。这是军令。把有经验的老兵安排在小组左侧，保护新兵的弱点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没事多向你们组里的老兵请教，他们能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靠的不只是运气。放下你们那点读书人的臭架子，脸面跟命比，哪个重要？你们也别总绷着，人家求教该教就教，他活下来你也多个照应。你那点绝活是能换个媳妇还是怎么着？非得带进棺材里？我们是之后营，常常要孤军奋战，你们能依靠的只有身边的队友，所以都给我玩命的练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。这可比山里好太多了。是啊，1分钱没花，还有啥不满足的？江兄弟，你们先歇着，我这就派人去军营通知先旨。有劳赵掌柜了。我们赤后营是非常重要的部队，平常刺探军情，关键时刻还得帮着守城。最主要的是我们在侦察时常常孤军奋战，那时候你们能依靠的只有你的队友，逃跑只能让你死得更快。所以互相合作、互相协同才是保命的最好办法。所以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多练习，认真对待。军爷，您家人都到了。你回去告诉我爹，我晚上就回去。老爷子，我爹娘来了，走，我带你去见见他们，也算了了您一桩心愿。好，这就走。这院子花了我200多两银子呢，长这么大头一回花这么多钱。不错，安安静静的给你父母花钱，心疼了。那哪能啊，就是觉得我还是太穷了。二哥，你回来了！三弟，不侵害了他的父母，我爹收养的养子。你父亲是个良善之人呐。爹，我回来了，你看我把谁带来了？您是师傅？是我，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快起来，使不得。爹，咱们进屋说。风儿，你如何与师傅相遇的？我把老爷子请来了，就是想让他老人家正式收您为徒，了却您当年的心愿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啊，太好了！爹，您先别激动，咱们问老爷子，这拜师需要什么礼数？不用那么麻烦，敬我一杯茶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一切从简，越低调越好。不行，拜师是大事，怎能如此寒酸？爹，就听老爷子的，我这就叫酒席，再把2叔3叔请来做个见证。20几年前，承蒙师傅不弃，教我武功，今日有缘重聚，恳请师傅正式收我入门墙。好，今日我便收你江武为我大弟子。今天3喜临门，乔迁之喜，重逢之喜，拜师之喜，大家共饮此杯。好，3喜临门，干！风儿，你看三叔能做点什么营生？总不能坐吃山空呀。三叔，这事不急，马上天冷了，虎旗又要来犯，我实在没时间，等开春了再说吧。这样吧，姜文不是跟我学过打铁吗？你们不如开个铁匠铺，等铺面找到了，我时常过来指点你们一番，维持生计应是无碍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
这主意好，就开铁匠铺。明日你们去找铺面，请找我爹拿。我孤身一人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是我这些年攒下的俸禄，你拿去开铺子用吧。师傅，这使不得呀！长者赐，不可辞。爹，这是老爷子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。您既然拜了师恩，以后孝敬老爷子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您若不收，老爷子怎么好意思住在咱家？是，师傅，那这银钱先放我这儿，您随时要用啊，随时来取。老爷子，今天高兴不？高兴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有家便有念想。将军，让我营的弟兄们上去守一段，也让没见过血的新兵感受一下气氛。允，注意配合，别慌，用我教你们的阵法。稳住！有敌情！全体准备战斗！大人，前方发现胡骑100人队，正向我方冲来。兄弟们，敌人来了，怕不怕？不怕！好，检验我们训练成果的时候到了，听我号令，进入百步，抛射，3箭之后，随我冲锋，给我干了他们！干了他们！来吧！杀！弟兄们，继续干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所有人下马，打扫战场，无论死活，统统补刀，注意装死的。乖乖，100人干的100胡骑，咱们只死了5个，伤了10几个。以前哪敢想啊！还不是大人指挥的好，先是抛射，再是大人一箭射了他们头。咱们的马灯和阵型也好用。这谁干的？怎么还扒人裤衩？大人，我们没干，他们本来就没穿。穷鬼，什么条件啊？还玩裸奔？收队，带上战利品，回城。这地面的战斗有大队人马，全体注意，丢掉战利品，准备战斗。老八，敌人数量不少，硬拼不行，一会儿还用抛射。听我指挥，咱们分头向2侧跑，围着圈打，不跟他们硬碰硬，把箭射光了再冲。告诉弟兄们，身子伏地，防对面的箭。明白了，大人。弟兄们，来活了，继续干他娘的！干！怎么跑了？不讲武德，追！迅速射光手里的箭，准备冲锋！杀！补刀！你们的兄弟都去享福了，我这人最仁慈，不忍心看你们兄弟分离，这就送你们一程，不用谢。送他们上路。完好的马260匹，还有10几匹受伤的，受伤的也带上，回营治不好的就吃了，改善伙食。开门！赤后营大圣归来！江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禀大人，我营100人出巡，遭遇2股胡骑，共300余人，已全部歼灭，缴获马匹260余匹，我营伤亡30。伤亡30，换敌300，这战绩是不是吹牛？可这么多马匹，做不得假。好样的，江峰！赤后营全体加餐，我定将你们的功劳上禀将军府。快跟我说说，这仗到底怎么打的？你这些战法都是从哪儿学的？属下没事就爱瞎琢磨，总想着怎么能减少伤亡，没想到误打误撞。爱琢磨好呀！看来让你当赤后营校尉是选对人了，你真是个骑兵天才。大人，我队前出侦察，御敌侦察小队已全歼。马呢？战利品呢？还在原地。我急着回来禀报，没来得及收拾。你个败家子，真不会过日子！那是我的马。什么时候成你的马了？全军做好战斗准备，小股敌人后面必有大队。按照我的阵法，集体抛射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给我冲！大人，这仗打得真轻松啊！
以后我们对胡骑的口号就是抢粮、抢钱、抢马匹，咱们再也不受他们欺负了。大人，那为啥不抢他们的女人呢？胡骑的女人膻味太重，大人我受不了。必须在士兵心里建立起一个信念：胡骑并非不可战胜，他们见了刀一样会死，血溅多了一样会尿裤子。今天收获不错，明天带剩下的人继续出来，得让所有人都见见血，趁着胡骑还没反应过来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看来胡骑大队已经撤完了，真是来送人头的。兄弟们，前方胡骑80步抛射，冲！补刀，一个不留，不能让胡骑知道我们骑兵的真实情况。属下江峰参见将军大人。江峰，听说你打了大胜仗，缴获了许多马匹，带我去看看。将军，请。将军，这里现在共有900余匹战马，其中400匹是新缴获的，只是地方太小，只能先挤在这里。这样不行，马太多容易生病。周正，马上再建一个马厩，草料的物资将军府一应拨发，不能东西弄回来了，反而养不起，那不成笑话了。是，将军。江峰啊，你立此大功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大喜来了，小官刚升校尉不现实，有钱多了少都不好。有了。将军大人，此役大胜，皆是斥候营全体将士用命换来的结果。江峰不敢贪天之功，说将军要赏，就赏我营将士吧。这小子还知道体恤下属，收拢人心，是个将才。斥候营校尉江峰有功不居，体恤下属，我心甚慰。即遵你意，赏所有参战士兵每人5两银子，师长10两，白长20两，记功一次。这就完了？我呢？我呢？说好的不要才是要的最多的呢？哪个王八蛋说的这话？我诅咒你上厕所没纸！江峰，赏银500两。我操！刚才上厕所那个人，现在可以来水了。谢大人。钱给你了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明年春天我再给你拨一批人，你用这些马把他们都给我练出来，能否完成？将军的意思是扩充我们斥候营？是。既然有如此战力，为何不能扩充？你有多少马，我就给你多少人。400匹马就是400个兵，加上府兵，斥候营就快2000人了，还是骑兵营，在这北苍城地位可就不一样了。请将军放心，必不辱使命。好，好。江峰原是我的亲兵，现在不止平级，地位还比我高，但谁让人家有本事呢？我在斥候营这么多年，也没干出这种成绩，羡慕不来啊！加紧接上马厩。年后还是要找个厨娘。二哥，年后我也跟你去当兵吧。我也去。这可不是开玩笑，当兵是要死人的。二叔同意吗？原本我是不同意的，但他们总不能跟着我打一辈子铁，也该出去找个出路。他们就想当兵，我想着部队里有你照顾，应该能安全些。二叔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谁也顾不了谁，当兵是要拿命去拼前程的。你们真想好了，去了可就不好回来了。二哥，我们想好了，决定去。去吧。这个乱世，留在家也是碌碌无为。如果真死在战场，那就是他们的命。这大过年的，弄得哭哭啼啼的，但丑话必须说在前头。好吧，既然二婶和二叔都同意，那年后你们就跟我去。但我有几个条件：第一，入了兵营不许提和我的关系，我们就是上下级；第二，我不会给你们任何照顾，你们就是普通一兵，跟老兵们一起摸爬滚打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江峰的话有些不近人情？其实他都是为你们好。军队是讲实力的地方，你们一去就提关系，会被人孤立。以后立了功，别人也只会说你们是靠关系，不能服众。其次，让他把你们当普通士兵练，就是为了让你们苦练杀敌本领。战场上，敌人可不会因为你是校尉的弟弟就不杀你。我们是农家子弟，没背景，只能靠拼命。到了军营要谦虚好学，那些能从战场活下来的老兵都有自己的绝招。当然，在我的营里，只要你们真立了功，我保证功劳不会被顶替。你们要学会善于思考，善于总结，善于学习。如果有一天我想把队伍交给你们，而你们没那个实力，那只会害人害己。二哥，我们明白了。
怎么还没喝够？想找您老请教点事。您走南闯北，能给我讲讲外面的事件吗？好啊，那你想从哪儿讲起？就从咱们大吴国讲起吧。我们这叫真武大陆，大吴国地处北方，周围有东边的大魏、西边的大齐和南边的大延，四国中间是中州，宗门林立。最出名的有青云剑派、逍遥楼、缥缈仙宗和丹宗。与我们大吴国交好的便是丹宗。那其他宗派呢？青云剑派与大魏交好，逍遥楼与大齐不错，缥缈仙宗出身大延，四国四宗互相牵制，所以明面上相安无事，这叫远交近攻。这四大派真有那么厉害？国家还怕他们？当然厉害，九品境高手每个派都有，高端战力极强。国家虽大，但惹了他们专搞你的上层人物，就问你怕不怕？确实，官越大越怕死。而我们大吴国内又有四大家族把持朝政，分别是贺家、周家、白家、凌家。你的将军白无双就是白家的佼佼者，跟你结仇的贺章是贺家的旁系子弟。当今皇上年事已高，对朝堂掌控力不足，权力大都落入四大家族之手。那胡齐年年犯边，咱们为什么不一举灭了他们？灭？谁去灭？那些世家大族把持着钱财，想让他们掏钱打仗，不可能。胡齐逐草而居，机动性太强，想灭掉他们需要大量骑兵，那得花多少钱？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。老爷子，您知道的真多。知道的多又有什么用？连自己的仇都报不了，只能苟延残喘。您别悲伤，活着就有希望，哪怕什么都不做，能把仇人熬死也算胜利。你这想法倒是新奇。好，听你的，静待转机，活好今天。老爷子，你觉得咱们白将军这人如何？白无双虽有才能，但他毕竟是世家出身，凡事以家族利益为先。这些年在北地一味防守，颇有养寇自重之嫌。你以后跟他打交道要多加小心，他们看重的是你的能力，一旦你不能为他所用，他会马上抛弃你。世家子弟变脸比翻书还快。你这是吃不惯军营里的饭菜了，还要带些回去。刘同校尉曾是我的上官，对我也算有知遇之恩。在这家人团聚的日子，他却独自一人守在军营，于情于理，我应该去看看他。好小子，有情有义，我没看错你。刘同也算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军中同僚也应该互相走动，战场上也能够更好的互相协同。晋国大人，你我现在身份相同，何须行礼？职位虽同，但大人曾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江枫岂能忘记？今日返营，特备了些酒菜，想与大人小酌一杯。好，快坐。江枫，你我相识日久，你虽武功高强，但性格太刚，容易得罪人。以后与同僚相处，这性子得改改。当然，打仗的时候可不能怂。这是叫我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啊！谢大人提点。你我现在同为校尉，私下里你我可以兄弟相称。好，刘大哥，小弟敬你一杯。不棍，你去营门口等两个叫江平、江安的人，他是我族弟，来参军的。你把他们领到招兵处登记，然后安排在老八的队里。此事只有你知我知，不许外传，让他们和普通士兵一起训练，千万别给特殊照顾，那会害了他们，明白吗？小人记住了，大人放心。袁世爱、宋世汉，既然他们想走这条路，
品巅峰，在军中磨砺一番，突破3品，将来也能成为我的左膀右臂。江平、江安，你们2人去李老八对州。练士多流汗，战士才能少流血。冷霜，这个新兵作战勇猛，已经提拔成了师长，读过书，武艺也不错，就是来历神秘，一问家事就避而不谈。江峰，这一队人马也编入你斥候营，你不用特殊照顾，该怎么练就怎么练。这是派人来偷师学艺了，无所谓，打胜仗的因素很多，光学个皮毛没用。将军，人来了，那白长的人选要怎么定？我手下有2个合适的人选，剩下的你在自己的营里提拔2个。还差自己人吗？意料之中。是。李老八，营里扩编，还空了2个白长的位置，我决定让小五和富贵上。太好了，还不快谢谢大人！谢大人栽培。富贵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大人，我不愿意下去领兵。有何差遣？我营扩编，现有1个白长位置，我有意让你试试。大人，我本是罪兵出身，此举是否合适？上边会同意吗？冷霜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很聪明？这事成与不成，是你该管的吗？我做事用得着考虑你的想法，能不能干？不能干就滚蛋。对不起，大人，是属下逾越了，属下愿意干。冷霜，你以前或许有通天背景，或许满腹经纶，但现在你只是我营的1个小兵，是兵，就要有兵的本分。这里是北地边关，你那些小聪明没用。我说过，我的兵我护着，只要你没错，谁想动你都得通过我。但如果你只想吃福利，打仗是退缩，我能护你，同样也能杀你，懂了吗？去找李老八挑兵，好好带，别想那些没用的，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谢大人提点。小五，你和老八先去挑兵，要好的。老八，从你那1队人里给小五拨些老兵，先把架子拉起来。慢慢来，只要不耽误事就行。但要是敢不听管教，就别怪我无情。装备太差了，加州兵器都缺，新兵一个个跟豆芽菜似的，伙食也得跟上。怎么也算个骑兵营了，但又不能还跟步兵一样吧？你这要的也太多了，将军府不可能都答应。大人，给不给是将军的事，但咱们该要得要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，总不能让马儿跑，还不给马儿草吃吧？能要一点是一点。你说的也对，那就报上去，给多少算多少吧。要其上，得其中，张嘴才分利，不张嘴只能硬挺着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，这道理到哪都一样。所有人集合，下马！我刚才跟你说那么多遍，你是一句都没记住吗？你那队人都散成什么样了，还能不能练？不能练，马上给我滚蛋！江校尉，我觉得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。2军对垒，靠的是敢拼命，这些花架子根本没用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这他妈是我的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跟我指手画脚？你是不是太霸道了？我当兵的时候，你还在家种地呢，周将军也没这么骂过我，你算个啥？怎么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？我猜到会有人不服，但没想到是你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，我这个校尉是怎么当上的。别以为你是周将军的人，我就不敢动你。我要疯起来，连我自己都害怕。他连贺章都敢打，我算个屁！将军是让我来掌握部队，不是让我来挑衅他的。我这是飘了。
白长耿秋不服管教，顶撞上司，在训练中肆意妄为，严重阻碍我营训练，念其初犯，罚50鞭子，逐出斥候营。来人，行刑！扒了裤子打。第50鞭。切，我敢真是个蠢货！江大人几次亲自指导，他都当耳旁风。就是顶撞顶头上司，打了也是白打。周将军也说不出什么来。滚吧！这货送回去肯定要添油加醋的告状，我若去解释也是各执一词。孙兴，你跟过去看着他，这货人品不行，别在半路当了逃兵。孙兴是周正的亲兵，他回去周正一定会问他，只要他能公正的把事情说一遍，周正自然会相信。是，大人。不过你先带孙兴那帮人，从现在起，我带你们训练继续。这是怎么了？将军，那江峰太霸道了，我只是对他的训练方法提了点意见，他就用鞭子抽我，还把我赶出了斥候营。这事儿恐怕没这么简单，上官练兵哪用得着你提意见？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，不许添油加醋。这个蠢货，刚才的嚣张劲儿哪儿去了？到了将军这儿就开始编瞎话了。耿秋，你先下去养伤吧，此事我自会处理。孙兴，你把事情重新讲一遍。这个蠢货，你是什么身份，也敢去挑衅江峰？他连我都不怕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孙兴，你认为江峰其人如何？据属下观察，江峰带兵有一套，训练也井井有条，是一名合格的校尉。我是问人品、交际方面。属下与他交往不长，了解不深，但他平时对士兵很和善，为人也不傲气，应该算是比较好相处的人。你回去后认真训练，这件事情我会找江峰说。至于耿秋哪儿来的，让他回哪儿去吧。一个蠢货，不堪大用。江峰，昨天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好，以后再有这样的人，按律处理，不用姑息。另外，我又为你寻了一个有领兵经验的白长，他叫许嵩，也是一名征战多年的老白长。今天我把他派到你营里，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。参见校尉大人。谢大人，又为我营寻得一良才。好生训练，我走了。许嵩，你去管理耿秋原来的队伍，训练上了这么稳，也该考虑我自己的事了。炼体已经到了6品巅峰，只要稍一修炼，气血就沸腾不止，有立刻突破7品的趋势。可炼气修为卡在巅峰已经1年多了，迟迟无法筑基。或许可以借助这次炼体突破的庞大力量，一举除开炼气的瓶颈。必须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，同时进行2大境界的突破。主人，你想突破了？你终于想了。是啊，有合适的建议吗？当初我们发现的那个密谷，灵气充裕，又有灵泉辅助，是最佳的突破之地。好，就回密谷。李老八，老八，你组织他们正常训练，我有事要外出一趟。如果训练完我还没回来，你就带部队正常回去。明天继续在此地等我。属下明白。大人，用不用我们帮忙？也不是打仗，用你们帮什么忙？富贵，校尉大人这么年轻就到了7品先天真气境，简直是天才呀！这大腿我可得抱稳了。富贵，你就在这休息，我要再出去一趟。如果时间长了没回来，你也不用着急，等着我就是。是，大人。石头，原来你一直躲在这儿啊！我还以为你跑丢了呢。
气血沸腾了，抽！成了7品先天真气境，身体被掏空了。我这新媳妇刚进门，洞房踏进去了，上哪儿说理去啊？糟了，丹体里的灵气暴动了。我太难了，一个身体里住着俩媳妇儿，刚安抚完这个，那个又不乐意了。这是神识，不但能感知外界，还能内视身体，灵气液化。这就是筑基境吗？小青，小青，你在吗？主人，我在，我在。哎呀妈，小青，你终于醒了！我都晋级筑基期了，你是不是得教点什么？那主人，你想要学习什么？御剑飞行，各种法术。想要修习这些，必须先将神识强大起来。我就把我知道的神识修炼之法告诉你。快点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心静如水，神凝如山，呼吸绵绵，一手丹田，阴阳交泰，神识自显。啥意思啊？你再给我解释一遍呗。此段口诀旨在引导你进入静谧而专注的状态，重要的是保持静观，让一切自然发生，你的神识便会在静与专注中得到滋养和提升。小青，小青，还有什么要教我的吗？刚才不是还挺话痨的吗？怎么累着了？醒一回多不容易啊，就教这么点东西啊！看来想让小青早日苏醒，还留着吧。不用留，我还有，吃了就知道我为什么说是好东西了。我直接突破到3品中期巅峰了，感谢大人恩赐，王富贵必铭记于心。不必如此，一个果子而已。这哪是普通果子，这等宝物你有钱都买不到。咱们回吧。大人，您回来了。营里没什么事吧？有没有什么人问到我？没有其他事，一切安好。好，继续训练吧。大人和之前又有些不同了，那神情更加从容，更加飘逸了。
几天不见你，听说你练功呢，怎么样？有把握进阶7品吗？老爷子，我问你，如果你进阶7品，还会去报仇吗？唉，想当初报仇是我活着的唯一信念，但知道自己不能进阶7品后，心就死了。现在遇见你们一家，也算是有了牵挂。至于报仇，随缘吧。看来老爷子没那么执着了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老爷子，告诉你个消息，我在前几日已经进阶7品了。真的吗？不错不错，真的是7品。你小子是个天才呀！22岁的7品，在大宗门里也是很少见的。如果我要告诉你，我现在是8品境了，你又该作何感想？老爷子，我想试着治治你身上的伤。孩子，你有这份心，爷爷很高兴。但我的伤年深日久，你刚入7品，真气量不一定够，还是等以后境界高些再说吧。老爷子，你就让我试试吧。好吧，那就让你试试，但如果支撑不住，一定不要勉强。看住门口，不得让任何人进入，我不叫你们也不要进来。遵命。老爷子，咱们进屋吧，躺在炕上治疗更好一些。老爷子的脏腑多处钙化，细胞坏死，幸好我修炼的是木系功法，灵气中又带有生命精气，对治疗有奇效。这小子的真气量怎么这么庞大，总也用不完似的。这绝不是一个初入7品的人能做到的。小子，说实话，你的真气量怎么这么大？我以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得到过一次奇遇，练着练着就这样了，天赋异禀吧。罢了，问那么多干嘛？他功夫越高，我越高兴才对。好小子，爷爷谢谢你了，我的伤已经完全好了，我想现在就试试能不能突破到7品。老爷子别急，你伤刚好，需要调养几天。再说你现在心情激动，不适合立刻修炼，都等了这么多年了，还差这几天吗？唉，我这些年都活到狗身上了，竟然被一个晚辈教育了。那好吧，就听你的。您先把这个果子吃了，对您的修炼有帮助。前几天我又进山，想找当初奇遇的地方，结果寻到一片桃林，我吃了觉得非常好，就给您带回来几个。这孩子一定是特地为我进的山，表面看着油滑，心思却至诚至孝。我郑寻晚年能遇到这样一家人，真是幸运呐！成了啊！我终于也成就7品了！恭喜老爷子，终于得偿所愿。老爷子，您再稳固一下境界，我回去看看父母，他们可能还在等着。去吧去吧，不用管我。怎么样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。好，师父多年的夙愿终于成功了。爹，其实我也进阶7品了。真的？怎么这么快？怎么到我这就全是痣眼？我想为二老调理一下身体，特别是娘，多年劳累，身体调理好之后，我在外也放心一些。你娘操持这个家确实不容易啊，我儿有子孝心甚好，那你就为你娘调理一下。
看来为人调理身体，也是一种修炼神识的好方法。老爷子，按你现在的状态，再娶2房小妾肯定没问题。胡说！我都多大了？你先把自己的亲事弄明白了。连个女人都没有，你爹在你这个时候，孩子都满地跑了。我也想啊，上一世为女人送命，这一世啊，老天是怕我重蹈覆辙吗？刚出世就给我整军营里，别说女的，连个母猪都看不着。老爷子，问您个事儿，您教的气血术，我可不可以传给别人？你想传给谁呀？我有2个心腹，修炼的是军中的气血术，太慢了。可以传，但这东西对普通人来讲很难得，你不能传得太随意。越难得到的东西，人们才会越珍惜。我明白，但是刀法、拳法不能传，一旦泄露出去被仇家知道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根本打不过人家。另外，你记住，收买人心只是下乘手段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绝对的武力才是根基。要一手大棒，一手胡萝卜，敢背叛者死，这才是真正的驾驭人的方法。这套路我说啊，富贵儿，你跟在我身边也有1年了，我观你心思缜密，行事稳重，是个可造之才。我有一家传气血之术，想传给你，不知你愿不愿意学？传我功法就是把我当成嫡系了，学就得效忠。大人，我想学。没有大人，我如何有现如今的地位和境界？以后必为大人效死。没那么严重，以后有我吃的，你就饿不着。这2天你就不要当值了，认真修炼。功法的事不要外传，全营只有你和李老八学过，谁要也别外露，免得引起麻烦。是，大人。至于韩小武，再等等看，这些药对我没什么大用了，正好可以培养手下。对了，药材还在我这儿，得找人炼成丹药。父亲的手艺是老爷子教的，那老爷子手艺一定更好，就着他。你这是要远行？不是，我是给您老送礼来了。你可别，你的礼可不好收。老爷子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得了，直接说什么事。好东西呀，在哪儿弄的？发现桃子的地方，拿给您，是想您帮着炼丹。哎，我家本是炼气的，对炼丹不擅长。我这点炼丹术还是跟我那个没成亲的娘子学的。如此好的药材让我炼，糟蹋东西了。没事儿，您不练，就没人能练了。在这北苍城，我还能找谁去？再说了，这东西交给别人，我也不放心。我爹都用它练过，您还不比他强？也对。这好东西要是被大宗门的人知道了，肯定得把你吃干抹净。那好吧，东西放我这儿，3天后来取。谢谢老爷子，真是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。拿去吧，我留了一些，这些药材年份长，对我暂时有些用处。老爷子，7品之后，这药到底能有多大用处？普通丹药几乎没有用了，7品之上可以吸收天地能量修炼，但太慢。那些大势力都用真元石，可咱们根本弄不到。在军中，如果上报自己是7品，会定期发放一些真元石，但不多。可要是有危险任务，你必须得上，否则就算叛国。意思就是东西给你了，但玩命的时候你也得上。对，所以我根本没想上报，这个钱不好拿。我也不想这么早暴露，等我真正能自保再说。
富贵，去把江平和江安叫来。参见校尉大人。看你们平时锻炼的不错，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管你们，有没有怨我？二哥来了这儿才知道，你说的都是对的，好照顾只会害了自己。放心，二哥，我们和营里的兄弟好着呢。你们现在什么境界了？3品初期。不低了，可以当个白长了。吃了吧，有好处。谢谢二哥。谢谢二哥。拿去用吧，别被人看见了。二哥嘴上说不照顾，可这待遇哪个兵能有？富贵，这是你的，光想着他们修炼了，谁想着我呢？唉，没办法，自己身份地位，不自己培养班底，谁会拿头明白？小说里都是骗人的。赤后营侦察任务开始，出巡任务规模加大，每次有2个小队，增加到5个。再碰到胡骑侦察队，能歼灭就歼灭。马瞪的事，能慢多久是多久。今年要给这帮胡骑一个惊喜。这大冷天儿，在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多好，非出来惹祸。算准了我们不敢出城，真让人看着来气。去将江峰叫过去。江峰，兵练得怎么样了？看外边那些胡骑，可敢一战？啥？外面骑兵得有5000，你是让我这1000人去打？老白啊，你不是白无双，是白无常吧？来跟我命的？怎么怕了？大人，我在想，怎么能用我这1000骑兵换更多的胡骑？您既然决定打，我怎么也不能给您丢人。没怕就行，我怎么能让你1000骑兵出战？我也带了2000轻骑，还有300重甲。我这次要大破虎狗，马灯已经全部配上了，是时候亮个相了。既然有了这些骑兵，仗就有的打。说说你的想法。胡兵攻城一般就5-7日，我们先忍他几日，消耗他们的锐气，等他们心生退意，再从城内杀出，以轻骑抛射袭扰，待到阵前向2侧分开，让重骑突然杀出，冲乱敌阵。好，就依你的办法办。你们一定能和你斗将。将军，他们头脑简单，我用语言一击一定能行。只要我杀了他们几个，咱们的士气就回来了。你现在什么境界？6品巅峰。我竟看不透他。罢了，6品巅峰，保命应该没问题。你出去后人救下来便回城，我派人接应你。届时看局势发展，如果利于我方，就按之前说的干。好，注意安全，见势不可为，保命为主。大人，我与你同去。行了，听我的，再啰嗦，城下的人都死光了。向城下跑，快跑！某乃北地江峰，尔等可敢一战？可敢来战？哈哈哈哈哈！尔等鼠辈怕了吗？
来战！马上将官，人间马氏不能有屁。好，好一个江峰！所有马军在城门口等候，听我战鼓，立刻冲锋！哪个来战？战！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江峰，一言吓退万军。立军，擂鼓！随我杀！鸡犬是里面既有身体，是小鼎干的，这等小事可不能浪费了。感觉自己像个吸血鬼，不过吸虎狗的血，我一点负担都没有。将我们阵亡的将士接近收敛，胡骑尸体全部焚烧，挖坑掩埋，让他们给我们坟地吧。遵命。再来几场这样的大仗，我是不是就能早日接单了？参见将军，江峰辛苦领兵，得胜回营。好，江峰，此一役你为首功，说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大人，此役真正建功的是重骑，我不敢独揽，在座的各位同僚皆奋勇杀敌，功劳也有他们一份。居功不自傲，胆大心细，勇猛无敌，好小子！好一个江峰！其他人的功劳我自然晓得，但你的首功是肯定的。我发现我带的骑兵队形松散，而你的人虽少，却能横扫敌军。看来你练兵有一套。此次缴获许多马匹，我们有条件组成一个5000人的骑兵队伍，所以我决定调你去巨野城当我的骑兵主将。你可愿意？升官了，5000骑兵主将，发了！江峰，想什么呢？还不醒？你赶紧走吧，贺章已经被你弄得待不下去了，我可不想步他的后尘。谢大人栽培，属下愿意。好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等候我的军令。是。大人，吴起残部应该就在这一带。按踪迹看，约莫还有100余人。100余人也不能放过，传令下去，乘善行展开搜索，遇敌不必恋战，先以箭雨压制，再合围歼灭。遵命。终于找到了，正好用你们的血试试我刚稳固的境界。江峰率300赤猴歼灭胡骑残部100余人，缴获战马80余匹，自身仅伤亡5人。此战打得漂亮！你练兵有道，作战勇猛，更懂体恤下属。本将先前任命你为骑兵主将，今日再加封你为青山城城主，统管青山城防务与周边粮草调度。谢将军提拔，属下必将尽心竭力，不负大人厚望。论功行赏，不能直赏主将。李老八作战悍勇，护主有功，提拔为骑兵营副校尉，赏银200两，参战士兵每人赏银10两，师长赏银30两，白长赏银50两。战死将士
是家属赐抚恤金50两，朝廷记功，荫庇子女。是将军恩典，属下誓死追随江大人，报效朝廷。江峰，恭喜你，青城山是北疆要地，将军对你寄予厚望啊！多亏将军信任，周大人提携，还有弟兄们用命拼上，才有今日之功。弟兄们，朝廷的封赏已经下来了，这是大家用血汗换来的荣耀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最精锐的骑兵，青山城就是我们的新家。日后谁敢犯我北疆，我们就挥刀斩至，让四方蛮夷知道我北地二郎的厉害。跟着江大人，有仗打，有赏拿，有前途。兄弟们，干就完了！愿大人征战四方，誓死保卫边疆。